上一集我们通过媳妇耳环的馈赠了解了内奸术的变，那这集我们接着来说，算命的要靠套话，套到求算者的话，然后自己就能随机应变。从来没有一个人在算命的面前一句话不说就给他算命的，对什么人讲什么话，什么样的心理算出什么样的命运。所谓的人生命运靠的就是套话，然后见风使舵来应付，这样不但能让求算者感觉我的话十分灵验，还可以让他产生共鸣。算命是很多话都不能说死，每句话都要留有挽回的余地，要让求算者自己往套里钻，让他自己主动去对照自己的生活现状。这样一来，其实不是我算得准，而是求算者自己对照的准，往套子里面钻得紧。像上面这个算命高手就深得鬼谷子的真传，怪不得算命行业把鬼谷子当作祖师爷来拜敬。谈过去说未来，鬼谷子的独门秘籍就是2个字：顺和变。只要你能悟透这2个字的真谛，就可以玩转人性，说动人心，让别人跟随你的话语而行动。变是内奸术最核心的技巧，鬼谷子提倡变是为了求的不变，意思是说我们的方法是变幻莫测的，但是我们要探求对方的意志和情绪是不变的，而这里面的奥妙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。就如轮扁着轮里面齐桓公和一个叫扁的车轮工匠的对话，恰到好处的奥秘是用言语文字无法描述清楚的，所以我一直也建议大家多读读原文，所谓书读百遍，其义自现。在与领导或是朋友或是家人坐下来能谈论事情的时候，往往我们会讨论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来言明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或结果，也往往会因为对于过去事情看法意见不同，最后不了了之，甚至大吵一架。内奸术却告诉我们，在谈论过去事情的时候，先要顺着对方的言语来讨论，因为过去的事情已成事实，是定数，没有必要各执己见，这样就不会谈论到不欢而散。谈论未来的事情是尚未发生的，充满了变数，所以说话要留有余地，不能把话说得太满，这样就可以转圆从方，游刃有余。过去的事情虽然隐藏在迷雾深处，但好歹有历史记忆，可以管中窥豹，推测得知一二。事实在那里摆着，每个人都有对过去事情的看法，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顺着对方，必然会发生争论和冲突，如此一来，你还怎能把自己想传达的信息送进对方的心里呢？再说了，过去的事已是板上钉钉，即使争出个是非曲直又有何用？所以鬼谷子的建议是顺着对方的心思来发言，让对方觉得你跟他以往的认识是英雄所见略同。但是我们对未来的事则要采取变通之法，未来的形势尚不明朗，谈论的时候要多加变化，不要说得太细太具体，尽量宏观含糊一些，让内容富有弹性。这样一来，不管后来发生什么事儿，你的话都可以自圆其说。唐代高僧寒山说过，顺情生喜悦，逆意多嗔恨。每个人都喜欢对方顺从自己，讨厌别人跟自己对着干。如果我们顺应别人的心意来游说谈话，就能从情感上打动对方，我们的想法和建议以及我们要求的条件，对方就容易认同和接受。然而我们还要记住，顺应对方并不是阿谀奉承委曲求全，而是教你避开对方的锋芒，巧妙地达成合作。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给予对方有益的帮助，以及寻求长久的共赢，用之正道，方为鬼谷子本意。然后奉上这句原文：善变者，审知地势，乃同于天，一化四时，使鬼神合于阴阳，而牧人民。